果想要在月球上活下去，每吸一口气，每喝一口水，成本都足以让地球上的亿万富豪瞬间破产。随着 Artemis 2号成功返航，人类正式宣布，这场昂贵的烧钱游戏彻底结束了。时隔54年重返月球，人类不再是为了插旗拍照，而是为了抢钱、抢地、抢资源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深圳的宝藏藏在南极的那些恐怖角落，那里到底有什么？如果地球真的遭遇灭顶之灾，月球又如何成为人类文明最后的重启手册？这里是科技科技，今天我们撕开所有表象，带你直视真相。上世纪60年代的登月争霸赛，美苏都选了阳光灿烂的月球赤道，那里相对好着陆，拍的照片也很美，但在生存专家眼里，那不过是一望无际的外星撒哈拉，没有水，没有燃料，昼夜温差300°C。真正的转机来自本世纪，卫星数据揭开了一个惊人的秘密，在月球南极那些45亿年来从未见过阳光、比冥王星还要冷的永久阴影区里，竟然封存着超过60亿吨的白色石油水冰。因为月球自转轴倾角只有1.5度，导致极地深坑的坑底永远照不到太阳，是天然的冷库。常年低温的条件下，任何到达永久阴影区的水分子都会永远结成冰。这些丰富的水冰储量不仅能为未来的月球定居者提供水源、培育作物，更是建设月球基地的血液与动力。电解水冰产生的氧气可以维持呼吸，氢气则能化作高效火箭发射的燃料液氢。更关键的是，月球引力仅为地球的1/6，意味着在月球加注火箭燃料并起飞的成本将远远低于地球。因此，谁先占领这些终年黑暗的极地，谁就掌握了通往火星乃至深空的星际加油站。现在的月球南极绝非静谧的荒野，而是暗流涌动的外星新中东。为了让宇航员在月球不再是游客，而是能真正自给自足的月球居民，就地资源利用技术将成为决定性突破。人类登月后，除了可开采利用月球南极水冰将其电解为氢氧分子以外， NASA 的 CARD 项目还在测试一种黑科技，直接从月球的土里提炼氧气。他们利用太阳能集中器或核能，通过碳热还原等工艺，从月壤中提取氧气。该技术已经在真空模拟环境下验证，未来在规模化后可实现每年数吨甚至更高的氧气产量，不但能满足宇航员的生命需求，还可以作为火箭燃料。相比单纯依赖南极水冰，这类技术适用范围更广，是建立可持续月球基地的关键一步。这将帮助未来的月球基地实现闭环生命系统、水循环、空气再生，甚至种植作物。月球的另一个宝藏是氦三，因为月球表层长期被太阳风轰击，积累了上百万吨氦三，这是在地球上几乎不存在的稀有同位素。氦三与氘的聚变反应几乎无中子辐射、无放射性废料，是理想的清洁核聚变燃料。国际热核实验堆 ITER 已在推进这种聚变技术，未来一旦成熟，月球氦三将为地球提供近无限的零碳能源，彻底解决能源危机与气候问题。无论是在荒凉的平原还是崎岖的南极，月壤随处可见。俄亥俄州立大学正在完善一种名为激光定向能量沉积的技术，通过这种方式，月壤可以直接烧结成房屋框架、坚硬的道路，甚至栖息地外壳。该技术本质上是一台巨型、精准的工业级 3D 打印机，通过高能激光在月表制造出一个微型溶池，将粉末状的月壤精准送入，月壤在瞬间融化并快速冷却凝固。而月壤不仅是建材，更是天然的屏障。通过 3D 打印出的厚实外壳，可以抵御-173至127°C的极端温差和极端辐射，像盔甲一样保护宇航员。月壤建材不只存在于实验室里 ，NASA 已联手 3D 建筑领军企业 ICON 公司，正式启动了月球表面首个人类栖居地的设计。更关键的是，月球是火星的天然训练场。月球重力仅为地球的1/6，却有类似火星的真实地质与辐射环境。Artemis 计划将测试 Gateway 月球轨道空间站，这里会成为火星的中转枢纽、燃料补给站和深空实验室，同时验证长时程生命支持、封闭生态、心理健康管理、表面机动工具等等，这些所有火星任务的痛点都能在月球低成本实验迭代。
如果没有月球基地，火星登陆将永远停留在 PPT， 未来的外星殖民更是天方夜谭。当然，月球探索还将催化出许多新的革命技术，高能效太阳能、量子通信、抗辐射材料、AI 自主机器人、精准医疗。就像阿波罗计划催生出集成电路、GPS、医用成像一样， Artemis 也将再次点燃全球创新引擎。有人可能会问，现在机器人这么聪明，直接发射一大堆机器人去挖冰、建基地、采样数据不就行了？何必冒着生命危险送真人上去呢？别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机器人确实能干脏活累活，但他们永远缺少会自主发现的眼睛和能瞬间决策的大脑。如果只靠机器人采样，效率极低，精度有限，而人类登陆后能实施地质勘探、现场钻探，精选最有价值的样本，直接把太阳系早期历史从猜测变为确凿证据。月球表面几乎没有大气，也没有活跃的地质活动，它就像一台忠实的45亿年的时光机，封存了太阳系最原始的档案。阿波罗宇航员带回的382公斤月岩，彻底改写了我们对地球起源的认知，证明月球和地球同出一源，还记录了早期小行星狂轰滥炸的历史。更刺激的是 Artemis 重点瞄准的南极永久阴影区，那些终年见不到阳光的极寒陷阱里，不仅藏着水冰，还可能所存着挥发性有机物和氨基酸前体。一旦人类亲手采集并现场分析，我们也许就能拿到生命起源的实物证据。我们到底是不是外星来客？这个谜题可能只有亲自上去才能揭开。不仅如此，月球背面远离地球无线电干扰，是建造巨型射电望远镜的绝佳圣地。在低重力环境下，我们能轻松搭建直径数百米的抛物面阵列，观测宇宙早期的黑暗时代、系外行星大气，甚至捕捉地外智慧生命的微弱信号。极地稳定的极低温，还能同步建立起红外和亚毫米波天文台，让人类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听宇宙的心跳。面对月球地质的研究，更能反哺地球，搞清楚月球磁场为什么消失，撞击盆地如何形成，我们就能更精准预测未来小行星威胁，建立真正的行星防御系统。这可不是科幻，这是关乎地球生死存亡的硬核科学。所以，机器人可以打前站、铺路、挖冰，但真正推动科学革命的现场实验室必须人类亲临。月球从来不是终点，它是打开整个太阳系大门的金钥匙。除了资源和科研，登月还有一个最紧迫甚至有些悲壮的命题，为人类文明建立备份。地球虽然美丽，但它目前是我们人类生存的唯一摇篮。气候巨变、小行星撞击，甚至是人为的核灾难，任何一项极端风险都可能让我们的文明进度条瞬间清零。虽然地球上有种子库，但依然在同一个风险篮子里。而月球南极的那些零下196摄氏度的阴影坑，无需电力、无需维护，就能长期冷冻保存地球关键物种的种子、细胞、DNA 样本。万一地球上某些物种灭绝，这些样本可以用于恢复遗传多样性、克隆新个体，甚至辅助受损生态的重建。未来通过激光通信技术，月球数据中心会从地球定期更新，将备份存放在月球地下或受月壤保护的设施中。即使地球发生灾难，幸存者或后续探险队也能从月球取回重启手册，快速恢复农业、医学和工业等关键技术。当然，登月依然充满风险。致命的辐射、侵蚀性极强的月尘、无尽的孤独，每一个都是科技的瓶颈。但历史证明，每一次看似非必要的太空跨越，最后都成了文明的转折点。Artemis 2号的成功不是句号，而是一个巨大的逗号。它向世界宣告，人类不仅要重返月球，更要在这里扎根。制霸月球就是制霸未来。登月从来不是一场奢侈的炫耀，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。谁先建立起可持续的月球基地，谁就掌握了太空经济命脉、能源未来以及探索深空的主动权。这里是科技，感谢观看本期视频。你最期待哪项月球技术的落地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脑洞，点赞、订阅、转发，和我们一起见证人类迈向多行星物种的震撼时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